我是快乐的小光头，但是今天的话题并不是关于快乐的，对，它就是关于我太太已经确诊并且在治疗的抑郁、焦虑这两个症状。我们都觉得呢，通过这样的夫妻对话，把它公开，有助于她自己的疗愈。那通过今天的视频您可以看到我太太是如何从拒绝就医到确诊治疗，在这10多年的过程中，病情如何一步一步的加重。您呢也会了解到我们如何从2个人即将在上海离婚，家庭面临破碎的边缘，到现在开始自救，现在过得还不错。你也可以看到我太太她如何从觉察、正视到处理她所碰到的压力源，她如何面对原生家庭，她如何面对孩子，如何面对我。你也将了解我太太如何对病症从否认、羞耻以及愤怒这样的情绪中走出来。那这一切的一切和大马又有着怎么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如何从落地移居到确诊，到在大马接受治疗？而我为什么又说不是我们住在马来西亚，而是要让马来西亚住到我们的心里？这为什么极其重要？还有抑郁症它并不是一个罕见，但它却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病症。我太太也要公开她自己所走过的那些弯路，希望可以帮助到您以及您身边的人。这集视频我们前后光录制就进行了3遍，从策划到发布不会花了少于10个小时。我呢只是希望把它原原本本、完完整整的展现出来。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响应、您的评论，这样呢，对他、对我、对我们的家庭都会有非常大的意义。非常感谢，我们开始吧。因为前2次我们试录的时候，你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对，而且要讲的这个话题多少会有一些负面。我们是 MM2H， 来到马来西亚，我们曾经以为来到马来西亚可能是一个诺亚方舟一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在半年之后，其实我们这个小家庭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对，那比如来说，我的这个波折就是现在一个逃不掉的一个点，那就是我现在确诊了有极度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你的抑郁因为是自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苗头，对，然后它和你对待家庭和你被家庭对待有很大的关系。你是怎么走出这一步的？因为你刚工作的时候就有抑郁和焦虑的倾向，一直都没有认真的就医嘛。对，去过一次，那是我工作2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你说是去哪里去了一次？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OK， 是正规的医院。对，去确诊，那个时候是中重度抑郁。那当时的原因，我相信应该还是刚刚工作吧。刚刚工作的时候，有一种比较巨大的就是冒充者综合症。因为我当时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抑郁的那个状态，所以当时我感觉到不太对，因为已经有一些想要伤害自己，甚至是想要走绝路的这个念头。那个时候就去了精神卫生中心。你发现说自己所有的压力源泉都是来自于这个工作，还是还会有其他的源头？其实和心理医师谈完之后，心理医师给我的诊断是，我因为家庭从小的教育，我是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是通过别人对我的反馈，我才能够明白说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在工作上面我碰到了这些挫折，所以很少受到一些肯定，或者说受到的肯定不那么多。这部分想说是家庭给到长久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你这一次回到上海确诊的是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说中重度是在中间的话，这一次到哪里？这次是极重度的焦虑症，感觉都是要快满格了。这是顶格的极重度的焦虑症和极重度的抑郁症。那你从现在你在做一些自我剖析的话，除了工作，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有哪些带给你了一些压力呢？我自己给我自己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设问，我没有办法去回答。包括哪些设问呢？我没有工作之后，我家里面的收入怎么办？那么如果我要在马来西亚创业，我能够做些什么 ？OK， 我这一辈子20几年，我做的都是一个专业咨询的服务。我这个在马来西亚，我是不是能够去成功？但是在这个10多年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也观察到你和 Wilson 和我们的孩子之间也有，还有包括和我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就我们自己组建的家庭也变成了一个新的压力源吧。对对对，对，这很多的压力源就是来自于说，我有一种很偏执的想法，我觉得自己一路打关，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我们可能是非常幸运的，在这个竞争当中，可能是赢过了大多数的人。这个是第一种迷思。第二种迷思，你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好像是侥幸的成为了这个巨大的竞争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胜利者，我会要求说你也应该和我一样啊。你说你是指 Wilson？ 我是指你，我是指你，对、sorry 对，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们同样毕业的时候，我的收入非常的高，对，是我的3倍。你当时加入了一个新创公司，你几乎就是过着996的这个生活，挤占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周末的时间，我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公平。非常抱歉，Minda Maaf。对，就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育儿的责任好像就变成了说是我一个人的。这个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你有巨大的，所以我们一直不停的在争吵。那你就是欣然的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就去看病了吗？还是有过一些心态的变化？觉得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我是主动的去看医生，而且看了不止一个医生。而且我是配合了精神科的医生，加上心理治疗师，双管齐下。我记得你说过，一开始面对焦虑和抑郁，这是2个病嘛，你会有否认、羞耻和愤怒，这是怎么理解？羞耻我可以理解，否认我也可以理解，愤怒是指什么？愤怒是周围人不理解，周围人他会告诉你说，是你的问题啊，你想不开啊。比如说我们经历了3年的这样一个封城，我们经历了在上海3个月不能够走出家门，我的爸爸妈妈会说别人都过得很开心啊，甚至他们会说你看你的小孩跟你的老公都过得很开心，你怎么就想不开？因为对我来说，在上海关的那3个月，我每天早上都会哭啊。你刚刚有提到一点，你说因为来了大马，你是觉得不能任由自己这样发展下去，这个你可以展开来说一下，什么叫不能任由家庭这样变化下去？它跟大马是什么关系啊？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想清楚了，来大马的决定是说，哪怕要裸辞，也要来走这条路。我践行了。对，真的是来了大马，可能太幸福了。离开你们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负担，很难受，非常的难受。而且因为在上海我们已经没有家了嘛，我就住在爸爸妈妈那里。我爸爸妈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父母，他们始终不能够理解我们来大马的这个决定，所以在那边的话也是没有共同语言。那些什么就是看病的一些感受嘛？我听你说这药还挺贵的是吧？这个药啊是挺贵的。其实你们也会感觉到，我吃了这个药之后，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反应的。对，有一些心理和生理都会有些变化。其实对，首先就是因为失眠嘛，因为前几周2周的失眠，所以就是有一个代偿。那么吃了这个助睡眠的药之后，就是睡觉很多。第二个就是说反应会很慢。因为它的这个药是为了让你的这个什么大脑皮质神经细胞不会再贴得这么紧，也就是你的反应会慢，行为上会有一些失衡，走路的时候容易平衡的这个衡摇晃，对，摇晃是会有的。是，但我觉得你整体的状态是开心多了。啊，真的吗？举个例子，就是你说话的时候慢慢的会带着微笑的，好像你是一个天使突然出现一样的。这个比方说跟小孩有一些有可能本来会激发你一些愤怒的那个神经突触会做反应的话，你就不再那样，你可能就是甚至能够肉眼可见的看到你的笑容。哪些是让你感到开心呢？到了大马就是亲手重建这个生活吧。我们把家具一件一件买起来，我们有了自己的车，然后孩子喜欢这个学校，我其实也很想去做义工，然后甚至我也很想去继续去写一些东西。哇，好多事情。是啊，其实最想做的还是想帮助你把你的事业做起来。好的，这些问题
家庭关系啊，然后来自你原生家庭的这些压力，你觉得还在吗？还大吗？觉得吧，这不要脸的说嘛，咱们两个的感情不是好一点了吗？好很多啊，都快要离婚了嘛。对，其实我也很感谢这几周啊，你每天带我去治疗啊，你的治疗的呢也是简单粗暴，带我逛巴萨啦，对，带我吃东西啦，带我去买东西啦。我这个就是治疗啊，我带你去巴萨的专科医院买菜，对啊，我带你去大包专科医院放松，对啊，带你逛 Starling Mall 也是一种治疗嘛。啊，对，还有我们买了你让我买了很多我喜欢的游牧的小家具摆件，我们又这个是比较贵的治疗药品。以前我怎么会觉得我像恶魔一样？你就觉得钱是魔鬼啊，我钱挣的比你多啊，所以我是女王啊。那是谁的问题？反正肯定不是我的问题，谁让你这钱挣那么少？OK， 那这个是来自我们的小家庭，原生家庭。坦白讲，带给你的伤害更大。可是你愿意展开说一说吗？我不想多说了什么，但是我不想多说，是因为我的心理治疗师跟我讲过，你现在已经跟你的原生家庭有了物理的距离，这是一个很好的，并且他也表扬了我在适时的时候会反击。我觉得这点我都已经做到了。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你很容易受到身边人的鼓舞。来自这个社会的养分和关爱，我想这个也是吧。但光有药物应该还是不行的。对啊，还需要2条腿，他还需要心理咨询师。对，他能起到一些什么作用？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医生在帮你。对啊，我有个心理咨询师，我觉得我当然现在还在只是2次的这个接触。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我以前做这个，我们叫 coach。就是教练，他会问我一些问题，他问我说你想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他会给我下一些判断，为什么他会把理由告诉我，以及他会鼓励我说你应该去尝试，你要有更多的觉察力。原先的这些压力，家庭听上去是变得更好了，你对家庭的评价怎么样？现在？对家庭的评价就是，我觉得家庭是一个平等的存在，每个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关爱。你看我们到马来西亚来，我觉得正因为打破了这个藩篱，工作的、家庭的，我们所处的社会、教育，我们可以做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这种感受多棒啊！这才叫 reborn 嘛。如果敢想敢做，那哪里都是我们的马来西亚。这个马来西亚就会把它装在心里，是永远可以带在身边的。你在治疗的过程中还走过哪些弯路吗？我自己走过的弯路就是我觉得怀着一种人定胜天，然后我怀着一种说我想开一点，我就能够去自己弄好。一个生理性的疾病对我来说的一个优势是，我在抑郁的这么多年，我保持着社交，保持着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是个经验是吧？我时常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一些朋友在抱怨，而且是长期的这种抱怨，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大家可能要对自己保持一个警惕。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失眠，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很低，有的时候没有做事情的这个动力，长期的想躺着，然后会哭泣，可能是要去寻找专业的医疗帮助。我们有看一集节目，就是说每个人这是都不一样的状况，对，不能随便去服一样的药物，只是说看一下这个你现在在服的这个药。对，对，是的，这是医生给我开的药。对，因为比如讲说他给我开的这个安眠药，他是问了我，到底是睡眠什么不好，他给我列举了6种睡眠不好的状况，然后问我是其中的哪几种，所以一定是根据你的特点定制的，也许可以给到你们一些我的这些经历，给到你的一些帮助。今天录你为什么没有哭？吃药了，吃药很重要，然后抱过你了。OK， 感情变好了。同意。希望不是你住在马来西亚，而是为了让这个马来西亚住在你的心里。